萬陽原廠推出的3大版電推來到了實測最終部，這次直接搭配市面上最頂級的賽油鋰電池，看看能不能逼出真正的 TS 安全體，還是如網絡傳言，未來將披上 Racing 車系光環，並重返榮耀，刺激刺激。OK， 我的 RTS i6升級的原厂的赛道版電推，這一次終於來到驗收的最終回啦！哎呀，希望啦！上搭配鈉離子電池的測下來哦，那個馬力數據不是很好看吶，所以我這一次還是乖乖的聽從光陽原廠的建議，赛道版電推就是要搭配鋰電池使用。然後也感謝阿佑幫我搞來這個超強的鋰電池，不過它已經絕版了，已經買不到了。你看它 CCA 518。然後它的那個電阻就5.39，哇！相信這顆鋰電池的性能已經有超過赛道版電推的規格要求了吧 ？Anyway， 經歷了1個多月各種輾轉，以實驗性為主，浪漫為友的 RDS 魔改企劃，過程真的蠻好玩的。從鈉離子7B 無法正常觸發賽道版電推，到後來換成12號鈉離子之後呢，不只能正常觸發，上一次實測下來，電推持續時間還能長達27秒，實在有夠熱血。但是馬力數據就有點出乎預料，因為帶傳馬力拉出來才勉強13匹。據我所知啦，就是全原廠的 RTS 帶傳的輪上馬力應該會落在13.8匹左右的標準，所以可想而知。上次我去拉馬力的時候哦，真的有點意外，尤其在不久前，我的 G7 原廠鉛傳電池和鈉離子7B 分別送上馬力值測試，結果兩者的定傳馬力的實測差距大約來到0.5到0.7匹左右，實在是有非常明顯的差異。然後我去車上裝的那顆是7B 的，然後這個可是10號的鈉離子電瓶哦，但是所以不管是它的容量啊，它的 CCA 啊，还有就電阻是嘛，性能都優過於7B，但是卻只拉出來13匹。不過在這裡我要稍微就是補充說明一下啦，因為我只是以一般車主去實測。然後也不知道說什麼學術研究或寫論文之類的，因為我目前能取得資源哦，也沒有辦法使用非常硬核、非常車廠等級的專業方式，在測試過程中哦，把所有變異都全部控制下來。所以這段時間的實測與測試呢，主要還是以一般車主最簡單、直觀的方式去觀察實際的作動狀況，肉眼可見的相關數據，再搭配目前已知的資訊來進行比對。我影片之前分享的這些結果，我不一定能直接當成標準答案，但我也是盡可能把過程遇到的現象完整的呈現給大家，畢竟確實啦，在市面上哦也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或是懶人包資訊之類的，我只能慢慢的拉着阿佑陪我繼續瞎子摸象，繼續浪漫探索，真是有點不好意思。一般的就坊間有測試是全原廠是大約是13.8左右。對，那其實我們當初去測出來，它其實是下降蠻多的。对，那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不應該這樣比較。怎麼說？馬力機它算是一個工具，它並沒有一個特別準的量測標準。它主要馬力機它的作用是在於你改之前跟改之後到底差了多少。对，因為這台車原廠我沒有去拉過馬力機對，所以它一定要是你改完，然後在同一台馬力機上做測試，做前後的對比，你就把馬力機想象成是一個工具。你不要去太相信說，就因為其實每台馬力機它拉出來的馬力會不太一樣，對，你可能在 A 店可能拉出了12匹，那在 B 店可能拉出了14匹，那其實相差的會有點多。对，也就是說，它是我改了赛道版電推，還有10號的就鈉離子拉出來是13匹嘛。如果同一台馬力機的話，沒有改的話，可能拉出12匹之類的。对，有可能，也有可能啊，所以這樣就是有大幅提升了大概1匹。对，那馬力機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個工具。对，不要去太執着於馬力啦。我有一個很大的想法，不過阿佑應該會累死，就是換原廠鉛酸跟意大利電推去拉馬力機，太累了，太累了。這個工作量有點大。對，不好意思。對，因為我們都是沒有就收錢啊，都是單純是好奇去玩而已，懂嗎？所以盡量是以我們能力夠的時間可以允許的去測試而已。安排一下時間啊。好，這我知道了。之後如果要測的話，我盡量是以before and after 去測比較好。對，因為最好是在同一台馬力機上。對，沒錯。當初沒有想到會改得那麼深啊，這台車。對，我沒有想到你會改。所以我也沒有這台車的原廠的數據了嘛，有點可惜耶。因為搞不好我這台車是母的。对，我到時候搞不好41匹耶。安排回來。好。對。好了，那我就先改這個鋰電池啦。OK， 我們聽光陽的話，我錯了。
我錯了，希望換了锂電池之後哦，數據會比13P 還要好。對，希望它會上升。如果沒有上升的話，就表示我這台車原本是母車，13P 已經是我這台車就極限了。好吧 ，Go。光陽原廠塞拉版電推，它真正該有的性能真相究竟為何？目前唯一能確定的是，在實際路上騎乘的情境下，它的電力持續時間基本上已經可以被視為無限，但馬力峰值的潛力仍是個未解之謎。Anyway， 目前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等鋰電池的馬力數據收集完之後，再決定下一步究竟該怎麼走。要等它嗎？還是可以了，可以了。好，準備開始了。会不会是等于说，它釋放的電能，就是它讓車子的瞬間加速變好？有可能，對，所以它很快就到它到極限值。對啊，對，也有這個可能。鋰電池太過強了，所以提早就斷油了。有可能因為鈉離子那時候裝上去的時候，它沒有到極限值，它沒有到斷油的狀況。對，那現在鋰鐵換上去之後，它可能放電變得比較強，那讓轉速趕快攀升到它的極限。完完全全遵照光陽的規範，無限噴發塞拉版電推搭配鋰電池電池，重返榮耀就靠這一波了。對啊。OK， 最後一把了，最後一把了。这是拉出來最高的13.02，上次最高是13.07嘛？對，上次最高是這個橘色的啊，對，而且橘色比較平遠，比較漂亮。哎，哇，越來越懸了嘞。完全沒有照劇本走哎，這怎麼回事？從頭到尾都脫稿演出嘞，這個塞拉版電推。照理來講不應該這樣，對，照理來講確實，還是我這台車的極限就是13P 了，這也是母的啦。對，我這個是母的，搞不好原廠沒有改的話，可能是11P、12P 之類的，也是有可能。對，我這台車剛好是母的，所以極限就是13P 了。因為感覺它剛才回衝怪怪的啊。哦，對，沒錯，回衝很慢。對，而且其實鈉離子跟鋰鐵電池我拉起來，我坐在車上，明顯就是鈉離子它比較順，對，轉速起來比較順。其實這樣它不太符合邏輯。對，可是這個已經很頂了鋰電池了呢。對，鋰鐵電池已經算很好了，很頂了哎。但是就是因為你前幾天在騎的時候，你說那個什麼回衝比較慢啊，對，回衝比較慢。對，那照理來講不應該這樣。對，那其實鋰鐵應該回衝會再更快一點。哦，所以是電池的問題嗎？不知道，我研究看看。真的不知道哎，完全不知道。為了盡可能排除電池這個變因，只好含淚強聯手。直接攻頂塞拉版電推
搭配善用等級的鋰電池，而且還是現今市面上普遍被認為是鋰電池性能之巔的 AirAcer 紅電池。看到 IU 的不甘心以及對光陽的不離不棄，我的心中不知為何竟然泛起了一絲苦澀，總覺得 IU 根本不是在測試電推，而是竭盡全力想替光陽證明些什麼。有時候我看着看着，真的會讓我分不清，這究竟是 IU 對光陽的熱愛，還是無奈。Anyway， 我只希望 IU 這份近乎執着的堅持，最終不會錯付。你目前的初步感覺是？我在想会不會是因為2代它就是短時間內把電吸乾，就4.5秒內把它賽道的話，它就是把它就是平均分配啊，對，就是朝三暮四的感覺，對，唉，死心了嗎？下次再來，還來，還要動什麼？還有可以動了？我現在把它換回2代電推。哇 ，OK， 好。所以要走回頭路了嗎？对，好。所以上面還是有賣點的嘛，不然光陽也不會推出啊。其實它的電推真的持續蠻久，沒錯，它可以確保真的是20秒，它標榜20秒，甚至它在啟動的時候，它真的會超過20秒。對，就是力道的部分有點尷尬而已。對，這個我會再確定看看。好 ，OK， 再麻煩你了。我今天把它換回2代試試看。好，應該是車子的問題了，我覺得。下次再來上手。今天有台風，所以氣壓比較低。氣壓比較低。老闆也不敢說話，老闆。感謝藤田車業的偉哥，為了我的好奇心以及IU對光陽的真心，陪我們折騰了整個上午。Anyway， 這段時間測試下來，10號鈉離子其實已經能把賽道版電推的峰值馬力發揮出來，甚至跟鋰電池的差距並不明顯。其真正的差異比較可能出現在持續輸出鋰電池的後段，更能撐住大放電的需求，所以轉速攀升更快，也更快達到斷流標準。至於更細微的差異，光看馬力曲線圖可能還不夠，那還得搭配電流數據，才能更清楚掌握它的奧義。但畢竟我也是好玩為主，浪漫為由，能測到這個程度，差不多也已經是我的極限了。再深入鑽研下去就不好玩了啦。總之，目前我這台賽道版 RTS 最大馬力就是落在13匹左右。至於改了赛道版的電推最大優勢，我想應該是它近乎無限的電推觸發，因為之前實測最高持續時間來到了27秒，這已經遠遠超過絕大多數實際上路時油門一拜會持續的秒數，所以實際騎乘時那種電推一路推到底的爽度以及心理馬力的大幅提升，還是很吸引我的。總之呢，話說回來，原本我準備進入下一階段 RDS 的魔改計劃，開始針對操控性跟車體的部分進行升級，但我還是經不起自己的好奇心作祟，我也很想知道，如果這台 RDS 維持高規格電池，再換回2代電推，究竟會不會出現另一個更有趣的結果？所以接下來就看時間怎麼安排，有空檔的話，我和IU再把這最後的懸念給補完。OK， 我是克里斯，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拜拜。